美国面临台海新常态，难以区分解放军演习和实际攻击准备，这可就要了命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之后，美国智库认为台海局势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常态，也就是解放军用军事行动实际上改变了台海态势，而且回不去了。美国岩石上的战争网站近日表示，如果华盛顿将北京对佩洛西的窜访视为一次发脾气，那将是错误的。作者认为，解放军在台海进行演训和警巡活动，正为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提供经验，并且使得外界对理解中国大陆的意图变得更加困难。台湾地区当局也将变得更为不安全了。目前来看，台湾地区当局面临3个困境：一是解放军的军机和军舰进入台湾的所谓领海和领空，如果反击就会引发战火；如果不反击，就大幅度地压缩了台军的战略纵深。第二是解放军再实施封锁性演习成为可能，台湾地区当局没有什么好办法，需要考虑投资适当的能力，并增加关键资源的储备。三是需要赶紧改进战略预警办法，尽可能的区分解放军的演习和实际攻击准备，这也是最要命的。因为演习转变为实际军事进攻只在一念之间，而台海的新常态将让台湾军方常年面对解放军的威慑性军事活动，这会造成对风险的误判。中国大陆此次对台湾的军事施压有几个不祥的第一次，在台湾周边7个地区和所谓的领海内举行联合火力演习，解放军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空前的飞越台湾地区上空。另外，此次演训是迄今为止解放军飞机数量越过台湾中线最多的一次，而且在大陆沿海的台军占领的金门和马祖群岛的上空多次出现解放军无人机的身影。解放军向台湾东北部发射的5枚弹道导弹落入日本自称的专属经济区内的水域，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另一个第一次用这些导弹来警告日本。美国专家认为，不能将解放军的行动视为纯粹的表演性行动，因为军事行动正在改变台海的态势。大陆的军事活动已经侵蚀了台湾地区当局对所谓领海领空的控制，这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重大变化。美国专家认为，这次演训的第2个后果是，中国大陆已经看到了美国的虚弱，因为美军的航母在解放军演训开始后就远离了台海地区，这与1996年相比差距巨大。第3个后果是解放军作战水平的提高，这些演训活动为在台湾岛附近作业的中国飞行员提供了真实的经验，还为解放军提供了一个提高联合作战能力的机会。东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在最近的演习中负责向解放军部队分配任务，最终将推动中国的军事战区走向实战。他们认为，第4个后果是让美国和台湾地区当局对演训和采取武力行动的预警能力变差。美国的分析人士发现，越来越难以区分解放军的演习与实际准备活动，从而可能剥夺台军的防御机会。如果美国和台湾地区当局想要恢复2022年8月演习之前的现状，唯一的办法就是台军也要针对性地展开军事演习，但是这又会造成可能擦枪走火的风险。总之，佩洛西的窜访事件虽然结束了，但是台海新常态下的斗争将会长期化、常态化。台军可以选择逃避，也可以选择放手一搏，其后果都是对解放军有利。对美国来说，在佩洛西窜访事件发生之时就已经输了，现在已经无力回天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